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如果你晚上睡觉总是凌晨3到5点就醒了，然后呢想睡也睡不着了，这可能是肺经堵了。所以想要睡好觉，就要疏通肺经。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方法，首先可以在地上铺个瑜伽垫，趴在上面，双腿分开，和髋部一样宽，双手呢放在胸口两边，手臂弯曲，吸气时身体向上抬起，呼气时身体还原，这样反复练习5到10分钟，每天可以做2到3次。这个动作可以拉伸身体，打开肺经，还能宣发肺气，所以每天坚持做，不仅可以养护肺部，还能够改善睡眠，让你远离失眠的困扰哦。那肺是重要的呼吸器官，所以要好好保护才行。除了多运动锻炼外，还要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，尽量呢不要抽烟，或者常吃一些清肺的食物。给大家推荐蜂蜜、百合、银耳等，经常吃这些食物也可以养护肺部健康哦。现在的人生病到医院以后，医生总会让你先抽血验血。那有的人就会有疑问，为啥一看病就要抽血呢？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。因为我们的血液在全身不断循环，会流经各个器官，血液也最能反映人的健康状况。如果身体是健康的，那么血液的各项指标都是合格的。但如果身体出现问题，那么血液就会出现异常。所以抽血可以辅助医生更客观区别和判断疾病。那我们每次抽血都会抽很多，那这些血最后都到哪里去了呢？其实有一部分的血会被拿去做检验，剩下的血就会被保存起来，以免还有别的检查项目。但是保存几天后，血液就会没有作用了，这时就会按照医疗垃圾被处理销毁了。所以大家也不要有那么多疑问了，抽血验血只是一项很正常的检查而已。不知道大家了解？天气越来越暖和了，又到了穿短裤的时候，这时我们会发现有些男性的腿毛很旺盛，而有些人却很稀少。那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可能和2个因素有关。第一个可能和雄激素分泌有关，雄激素是男性体内非常重要的激素，如果雄激素充足，那么毛发也会很茂盛浓密，但如果雄激素分泌不足，腿毛就可能会稀少。所以呢，男性朋友要注意，如果雄激素不足，要及时的调理，可以常吃黑枸杞、牡蛎、板栗等食物，对补充雄激素有帮助。第二个可能和遗传因素有关。那大家都知道，不管是身高、眼睛等五官，都是有一定遗传性的，而毛发呢也不例外。如果父母的毛发都比较旺盛，那么下一代也可能会旺盛。相反，如果毛发稀少，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所以男性不用太过于担心，如果腿毛旺盛也不要乱刮了，因为这样会更有男人味哦。现在很多年轻人饮食不规律，经常的叫外卖吃，时间长了，遭罪的就是我们的胃，出现各种胃部疾病。今天给大家推荐2种食物，可以帮助养胃护胃。第一种，南瓜。南瓜呢是一种性温味甘的食物，营养十分丰富。南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果胶，尤其是果胶能帮助保护胃黏膜，预防胃溃疡。所以胃不好的人经常吃一些南瓜，可以保护胃部不受到伤害。第二种，桑葚。桑葚是一种好吃的水果，它味甜汁多，很多人都喜欢吃。桑葚含有的营养也很丰富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氨基酸、胡萝卜素和花青素，能帮助修复受损胃黏膜，抑制幽门螺杆菌。所以常吃些桑葚也能够提高胃动力，养胃护胃哦。俗话说胃病3分治7分养，所以养胃很重要。除了南瓜和桑葚，还有很多养胃的食物，比如大麦茶、苦荞茶、蜂蜜等等，大家都可以常吃些哦。俗话说10人9胃病，现在胃不好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而且很多都是年轻人，这跟不好的饮食习惯有关。那胃不好的人饭后会有2种表现，大家要注意。表现1，饭后胃疼。肠胃不好的人吃完饭后会经常出现胃胀、胃痛的情况，若总是这样，就要好好的养胃了。表现2，饭后烧心反酸。如果饭后总是出现反酸烧心的情况，这要警惕幽门螺杆菌了，也会给肠胃造成伤害。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你中招了吗？
如果胃不好，可以常喝一种水哦。大家可以常用大麦泡水喝。大麦茶营养丰富，其中富含膳食纤维、矿物质以及维生素，具有开胃、消化和解油腻的作用，能够帮助保护胃黏膜。经常的用它泡水喝，有非常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哦。在繁忙的工作下，很多人都亏待了胃，这样胃也会报复你。大大小小的胃部疾病也就找上你了。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3种养胃食物。桑葚，桑葚是人们常吃的水果，营养很丰富。桑葚中含有鞣酸、脂肪酸和花青素等营养物质，能够抑制幽门螺杆菌生长。胃不好的人经常吃，有养胃护胃、预防胃病的效果。山药，山药的营养也很丰富，其中富含维生素和粘性蛋白，有修复胃黏膜、养胃护胃的作用，所以喜欢吃山药的人胃也会很好。蒲公英根，别看蒲公英不起眼，养胃效果也是非常好的。蒲公英有清热解毒、补脾和胃的作用，经常用蒲公英根泡水喝，能保护胃黏膜，改善胃部不适。除了上面这3种食物，陈皮、菠菜、卷心菜等也有养胃的作用。俗话说10人9胃病，现在胃不好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如果想要养胃，可以从饮食着手，常用贻物泡水喝，可以帮助养胃哦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丁香叶。丁香叶就是丁香花的叶子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。丁香叶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可以将它晒干后泡水喝。丁香叶属碱性食材，具有暖胃护胃、中和胃酸的作用。胃不好的人可以直接用丁香叶泡水喝，有修复胃黏膜、抑制幽门螺杆菌的效果。每天喝1杯，坚持1个月后，会发现胃也越来越好哦。大家可以试试看。除了丁香叶、蒲公英根、苦荞茶也有养胃护胃、改善胃病的作用。胃病3分靠治，7分靠养，所以想要一个健康的胃，日常调理是不能够少的。不过也不要急于求成哦，要慢慢的调养，这样胃病才会得到改善。胃病在生活中是很常见的，大多和不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有关。那胃不好该怎么调理呢？可以通过食疗的方法得知下面这几种食物。第1种秋葵，秋葵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的果胶和粘化物质能够促进肠胃消化，保护胃黏膜，有养胃护胃、缓解便秘的作用。第2种猴头菇，猴头菇是常见的菌类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猴头菇多糖，具有促进消化、修复胃黏膜的作用，对胃溃疡、胃疼、胃胀等都有很好的效果。第3种丁香茶，丁香中含有丁香油和丁香酚，对幽门螺杆菌有抑制作用。经常泡水喝，可以帮助缓解胃部问题。第4种南瓜，南瓜也有很好的养胃作用，南瓜中含有果胶、维生素，有很好的吸附性。经常的吃一些南瓜，能保护胃黏膜，促进肠胃蠕动，养胃效果非常好哦。好胃都是养出来的，所以大家可以常吃上面这些食物。相信大家身边有很多人被胃病困扰着，其实这和平时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是分不开的。胃不好的朋友可以试着用食疗的方法来养胃哦。山药，山药是我们经常吃的一种食材，营养丰富。山药富含膳食纤维、淀粉酶和多酚氧化酶等物质，有健脾养胃、补肾益精的作用。经常的吃山药能帮助修复胃黏膜，提高胃动力。南瓜，南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果胶，有润肠通便、养胃护胃的作用。胃不好的经常吃些南瓜，也能帮助保护肠胃健康。芋头，芋头是常见的食物，芋头含有丰富的粘液皂素，具有保护胃黏膜、润肠通便的作用。没事的吃一点，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帮助消化，对肠胃健康有益哦。俗话说病从口入，所以大家平时要多注意饮食，少吃油腻、辛辣刺激的食物。除了上面的3种食物外经常的用蒲公英根和苦荞泡水喝，也有养胃护胃的作用。好了，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，拜拜。